大魏鼎定中原60余载，今朕统御江山20载矣。朕的大魏吏治清明，百官廉洁，君臣之间更是肝胆相照，使心换比心，朕心甚慰啊！朕的皇儿们个个勤勉好学，闻鸡起舞。哪怕是平日里最喜静的老四，也是手不释卷，不近女色。至于老九，虽木讷了些，却也安分守己。呸！如此盛世，如此完美的人生，苍天若有眼，也当为朕喝彩。系统过载，正在追求，自我欺骗缓存，加载补丁修复。陛下，你终于醒了，微臣担心的是肝肠寸断啊！可算是醒了，吓死老子了！终于可以下班回家吃烧鹅了。烧鹅？他的嘴明明没动啊！幸亏醒了，不然太医院都要跟着殉葬，在宫里当差太难了，还不如回家种地。他都没张嘴，朕却听到了。朕竟然能听到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宋玉叶，你想回家种地？陛下饶命啊！微臣不敢，微臣对陛下是忠心耿耿啊！哼，忠心耿耿。陛下，你昏迷了3天，臣妾就在佛前跪了3天，只要陛下安好，臣妾死也甘愿。梓潼，真是苦了你了。还有，都累死老娘了，手都要断了，这老不死的怎么还不死啊？为了装憔悴，老娘连胭脂都没擦，脸煞白的，都丑死了。老不死的，老娘，这还是朕的先后吗？臣等恭请圣安，吾皇万岁。陛下龙体安康，乃大魏之福。可惜了，若是死了二皇子，就能上位了。二皇子那边，怎么交代对战早了？都想朕死，全是逆臣，全是影帝。滚！都给朕滚出去！一群虚伪的东西！李成，让皇子们滚进来，朕倒要看看朕的亲儿子里还有没有一个是人。看，那是大皇兄，想太子之位都快想疯了。旁边是二皇兄，面上恭敬，心里只怕正算计着怎么让皇兄出丑呢。这群人在冷风里站了3个时辰，骨头都冻僵了，就为演这出父慈子孝给上面看，哼，真是又漫长又荒唐。而我魏玉是拥有现代灵魂的穿越者，梦想很简单，苟住小命，混吃等死。好在老天爷还送了个能联网的脑内平板，这种时候只有追剧才能抚慰我这颗想下班的心。第800集了，这剧情也太水了，凶手明明就是那个园丁，这还要推理半集，这半集看得心累，突然好想吃炸鸡配可乐。殿下，别发呆了，陛下真醒了。慌什么？醒了就醒了呗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。怎么还没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老九，你去哪儿了？李公公都出来了。父皇刚醒，脾气肯定不好。看看你这衣冠不整的样子，是要去讨饭吗？进去后把头低到胸口，千万别发呆，别流口水，别想你的桂花糕，听见没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八哥，你是男妈妈吗？这一套词你都念了10年了。宣众皇子觐见。儿臣叩见父皇。都起来吧！老不死的东西，麻烦了，得把锅甩给老大。闭嘴！都给朕闭嘴！玉皇大帝保佑！老九在那打瞌犯困，千万别被父皇点名。
的膝盖疼，待会儿回去让小安子弄点夜宵吧。好久没有吃烤红薯了，也不知道还要跪多久。父皇这更年期看来是到了。更年期好，很好。魏玉，给朕滚过来！父皇点我干嘛？八哥，快救救我！完了，无名修也。其他人都滚！为什么要单独留下老九？父皇眼神好凶，难道是要动家法？老九啊，叫你不要犯困，非不听。八殿下，请吧。老九，挺住，哥在门口守着你。跪到前面来！救命啊！这地板好凉，父皇喊我留下干嘛？老九，朕问你，如今朝堂派别之争不断，国库空虚，你有何对策？派别之争，国库，我哪里懂这些啊？我连昨晚剩的半块饼放哪儿都不知道，还问我这个？完蛋，大脑死机了，随便编两句吧。儿臣以为父皇龙体安康，只要父皇多吃点肉，那大家都挺好的。嘿嘿嘿嘿嘿嘿。还想在我面前装傻，装的也太过头了吧！若是让他治国，大魏怕是3天就亡了。不过可以留在身边，再看看心性。哼，满嘴的胡话。行了，既然有力气想吃的，那就留下干点活，去把那堆奏折念给朕听。这是把长城拆了堆这儿了吗？看着这些字怎么在跳舞？他们是不是在嘲笑我没文化？不行，我得找个替死鬼。父皇，儿臣眼下口拙，怕误了国事。刚才八皇兄一直在门外不肯走，他对父皇一片孝心啊。他最爱读奏折了，要不喊他来读吧？这苦差事我可干不了，还是丢给八哥来吧。八哥，对不起了。老九在喊我，好像在哭，肯定是他不认得奏折上那些生僻字了，念不通顺，父皇要罚他了。不行，我做哥哥的，我得进去救他。父皇，儿臣在。老九才疏学浅，读不了那些晦涩的奏折，儿臣愿意替他读。儿臣愿意。一个拼命甩锅，一个拼命顶缸，这戏真好看。既然你们兄弟情深，那就都留下。老八读奏折，老九研墨，不批完谁都不许吃饭。又是悲催的一天。困死爹了，这比早八还痛苦。老头子能不能快点骂完？老大，听说朕昏迷这2日，你在户部很是尽责，连自家府里的开支都缩减了。回父皇，丞相年迈，儿臣不敢懈怠，只要能充盈国库，儿臣便是散尽家财也心甘情愿。散尽家财，大哥，你那叫散尽国财吧？昨晚你在府里数银票，数到手抽筋，笑声连隔壁狗都听见了。数到手抽筋，这些隐秘事，老九这孩子是怎么知道的？老二，那你呢？听说你这2天过得很舒心啊。父皇，冤枉！儿臣日夜祈福，食不知味啊！您这是在诛儿臣的心啊！太假了，真的太假了！去梨园唱戏吧，绝对是台柱子，还食不知味。昨天那只脆皮烧鹅是被狗吃了吗？我都闻到油味了。行了，一个个演得朕头疼，都滚吧！老八、老九留下。啊，留下？不会现在就要开始加班吧？从明日起，你2人过来试书，朕罚了，退下吧。吓死爹了！原来是明天撤了。小安子，我的桂花糕呢？拿来压压惊。九殿下，真是不巧，今日这桂花糕怕是连渣都没了。没了？被谁吃了？全被贤妃娘娘宫里拿走了，说是4公主要吃。
而且贤妃娘娘要在蒹葭台办赏花宴，点名要用所有的桂花糕摆盘。赏花宴？老头子刚醒，他就要办宴席庆祝，这是嫌父皇死得不够快吗？脑子有坑吧？行吧，那换成丹玉乳糕，明儿给八哥也送一份。好的，殿下。这就是没娘孩子的日子，只要别惹我就行。老九，别睡了。八哥，我是为了钻研学术。八殿下，陛下召您先进去。你母妃逝去有11年了吧？回父皇，却已11年了。这些年你过得可还好？回父皇，儿臣这些年过得不错。好不好？你心里就没点数，居然问得出口。可笑！当初母妃去世，我和静安那么盼望父亲的安慰，可等来的是什么？是贤妃的晋升，是您的不闻不问。要不是九弟，我同静安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像如今一样自如。父皇居然还有脸问我好不好？看来朕确实忽略这孩子太久了。朕记得你今年17了吧？确实到了该开府的年纪。难为你还记得，七哥有贤妃帮衬，早早就开府了，也就我跟九弟这样的小白菜没人管。不用想那些有的没的，传朕旨意，老八老九即日筹备开府。开府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儿臣谢父皇隆恩。去吧，把你那个还在偏殿睡觉的弟弟叫醒。谁在骂我？是不是八哥又在告状？老九。啊，儿臣在，父皇唤儿臣，可是有何吩咐？朕听老八说，去岁朕生辰大典那日，你特意在自己店里为朕煮了碗长寿面，为何不送来？别理由还有冤枉，问细节更麻烦，太累了。算了，实话实说吧，主打一个真诚不费脑。嘿嘿，父皇，其实那时候臣实在是饿坏了，腹中咕咕作响，实在等不及晚膳，所以自己煮了个面吃。所以那碗面其实是儿臣自己煮给自己垫肚子的，并非特意为父皇准备，儿臣不敢欺瞒父皇半句。哼，这深宫里人人都在逢场作戏，也就这傻小子敢这般直言不讳，倒也坦荡。既然你没病，只是饿了，那为何去岁生辰，老四却特意急匆匆来禀报，说你突发恶疾，卧床不起，还派了御医去给你看病。老九，你摸着良心说说，你四哥平日里待你究竟如何？那为何怕我告状呗？那是我无意间撞破他在御膳房后院调戏小宫女，怕我在父皇的生辰宴上乱说，坏了他的名声，就直接把我关在店里，还对外谎称我突发恶疾，就是为了堵上我的嘴。把他看好了，关起来，不准踏出殿门半步。调戏宫女，光天化日之下囚禁皇帝，这就是朕一直以为的有爱兄弟的老四。好啊，真是好一副精心伪装的话题。回父皇，四哥待儿臣极好，平日里诸多照拂，我们兄弟之间自然是兄友弟恭，和睦相处，从无半分嫌隙。嘿，假的，全是假的。我说的这么违心，爹，你这读心术应该能听懂吧？可别拆穿我啊！既然你们表面上如此兄友弟恭，那朕就顺水推舟。老四，朕倒要亲自看看你到底藏着多少坏心思。好，既然你们兄弟情深，那正好你们开府的事儿，呵呵，就让老四全权负责吧。不需要。老头，你是被雷劈傻了吗？四哥那家伙就是个铁公鸡中的貔貅，只进不出，贪得无厌。让他负责筹备，那5万两银子还能剩下个响声吗？怕是连零头都见不着，到最后能给我留个四面漏风的毛坯房，我都得烧高香谢天谢地了。朕意已决，无需多言，朕会给你们兄弟二人拨5万两白银，全交由老四去办。记住，朕说过，等开府之事彻底办完了，朕会让老四
亲自来御书房详细汇报账目开销。算了算了，摊就摊吧，反正也拦不住。5万两银子，给他2万5当保护费，破财消灾，剩下2万5也够我买几个机灵的丫鬟，再把院子简单布置一下，舒舒服服躺平了。只要能顺利出宫开府，这点钱就当喂狗了。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滚去偏殿好好看书，反省反省。好饿啊！听说今晚御膳房要做我最爱的松鼠桂鱼，外酥里嫩，酸甜可口。要是能蹭上一口，哪怕就1口，也能解解馋了。告诉御膳房，晚膳加一道松鼠桂鱼。是奴才这就去。哇，心想事成啊！老头这儿的伙食也太好了吧？这哪是反省，分明是享福。这劳作的也太值了。这满宫里也就这小子的心里话，听着让人不累。八哥，你有没有觉得老头这2天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不像之前那么严肃，反倒有点慈爱，就像看自家养了好久的猪终于长肥了，就等着宰了吃肉一样，想想都觉得瘆人。九弟你想多了，父皇那是看重你，对你寄予厚望，我们可得更努力。这觉悟真是高的离谱，我可不行，我只想赶紧出宫，回家舒舒服服躺着。不过终于要开府出宫了，只要能踏出这红墙，远离宫里的勾心斗角，那可真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美好的咸鱼生活，我来了。你是说礼部尚书那个老古板，居然在大白天逛青楼，还被徽卫使当场抓了现行？可不是嘛！徽卫使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尚书大人的裤子都没提上呢，那场面真是百年难遇。刺激！看来老头这次是真要动真格的了，连礼部尚书都敢查。赏！这么劲爆的第一手消息，绝对值这个价。小安子，去拿1两银子过来，给他们几个分了。是。殿下，万万不可啊！这可是咱们府里最后的存货了，再赏出去，下个月别说买茶叶了，就连日常的柴米油盐都快凑不齐了。给，本殿下金口玉言，说出的话岂有收回的道理？不能失了皇子的体面。这哪里是赏钱啊？这分明是在割我的肉啊！这皇子当的也太憋屈了，还不如那几个贪官家里的看门狗富裕。不行，必须赶紧开府搞钱了。行了，都退下吧，本殿下罚了。想静静，别来打扰我思考搞钱大计。殿下，那个奴才这儿还有个天大的消息，不用花银子买，是奴才在太和门当差的朋友偷偷告诉我的。哦，不用花钱，那就说来听听，给本殿下解解闷。要是说得好，本殿下记你一功。西岐国的使者到了，带了36车的贡品，说是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还有什么野牛皮。这西岐人真是蛮夷，牛乃农耕之本，他们居然杀牛剥皮来进贡。这就是你们不懂了。俗话说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环境不同，事物的用处自然也不一样。大卫宜农耕，牛自然是宝贝，但西岐那种苦寒之地，草多地少，对他们来说，牛羊就是粮食。不杀牛，他们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吗？生存面前，哪有什么残忍不残忍？殿下，您懂得也太多了吧？奴才听您一席话，觉得以前这么多年都白活了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嗨，低调低，都是闲书上瞎看的，别往外说啊，不然别人以为我多能耐，又要抓我去干活了。我可不要干这干那的。殿下明明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却故意装傻藏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潜龙在渊啊！这剧情也太爽了吧！主角反手打脸反派，看得我热血沸腾。哎呦不行，不能笑太大声，会被发现的，会被当成傻子的。虽然大家本来就觉得我傻，但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，免得被老头盯上。老九，你盯着那个蜡烛傻笑什么呢？眼神呆呆的，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要不要紧？没，八哥，我没犯病，我在思考人生，感悟天地大道呢。别吵，正看到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呢。八哥，你可真会选时候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简直是丢人现眼。骂吧，反正我听不见，跟傻子一般见识，你也高明不到哪儿去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。西岐使臣阿杜月奉我王之命，特来与大魏国君交个朋友。远来是客，不必多礼，请。
前2个只是见面礼，这第3个箱子才是我西岐真正的镇国之宝，西岐贵族专用的神物。哦，神物，打开让朕瞧瞧。此乃无色琉璃，世间罕见，乃无价之宝。就这，这不就是一堆破玻璃吗？有什么好炫耀的？真是少见多怪。给哥一个窑，沙子拾回一半，哥给你烧出一座水晶宫。别说玻璃，只要温度够，钢铁洪流我都给你炼出来。切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一个普通玻璃杯就把你们惊成这样。水晶宫炼钢，朕的这个傻儿子竟然藏着这般通天的手段。好，很好，看来朕的大魏真的要变天了。阿杜月，大魏国君，您突然唤我名讳，不知有何指教？你刚才说这是稀世珍宝，这就是你西岐的眼界。国君何意？这无色琉璃通透无瑕，难道大魏还能找出比这更好的？这表情我熟，老头这是要开始装叉了。KO！ 打起来，打起来，让他见识一下大魏喷子的战斗力！加油啊，老头，加油！实不相瞒，朕有一子，乃大魏九皇子。这种破玻璃，哦不，无色琉璃，他随手便能烧制，且技艺远在贵国之上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！吃瓜居然吃到自己头上了！父皇你老人家是不是老眼昏花了？我啥时候会烧制琉璃啊？老头，你疯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做了？大魏国君，您莫不是在拿外臣开涮？这位皇子看起来毛都没长齐，也没带食物。您说他技艺在我西岐之上，这就有点空口说白话了吧？不必编出这般荒唐的谎话。对，使者说的对，我是空口说白话，别信老头的，快把这事翻篇吧。使者既然不信，那朕便让你心服口服。老九，儿臣在。既然使者想开眼界，你也不必藏拙了。朕命你3日之后就在这宫中开炉烧制，让西岐使者好好看看什么叫大魏的神物。我操，3日还当众烧制？老头，你这是把我往死里坑啊！我要是烧不出来，是不是直接祭天啊？完了，被架在火上烤了，这回不装也不行了。拼了！本来这种微末技艺，本殿下是懒得展示的，但既然父皇有命，使者又如此好学，本殿下便给诸位献丑了。那3日后，本殿下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无色琉璃。天哪，九弟这气度果然是深藏不露！哈哈哈！我以前居然以为他是咸鱼，我真是有眼无珠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别想玻璃，别想钢铁，别想龙傲天，老头到底知道多少？他为什么要坑我？难道是想试探我是不是妖孽夺圣？你倒聪明，反应倒是快。刚才在殿上那副胸有成竹、高深莫测的样子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嘿嘿，父皇谬赞了，儿臣那可不是装的，只是不想在西岐使者面前丢了大魏的气势。儿臣那是被父皇的龙威震慑，一心想着不能丢了大魏的脸，所以才硬着头皮应下。其实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。是吗？朕看你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，你那点小心思在朕面前根本藏不住，你心里怕是在骂朕老头
觉得朕故意坑你，让你下不来台吧？我操！这次他怎么知道？难道我刚才不小心说出来了？不可能啊！还有，刚才那个西岐使者说话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大卫喷子？阴阳怪气，老头玻璃钢铁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破案了，绝对是读心术，实锤了！这老头根本就是挂壁，难怪敢这么坑我。原来我的心思他全知道。怎么不装了？给朕解释解释，什么是钢铁洪流？什么又是水晶宫？爹，好好说话，像什么样子？松开手，成何体统？我亲爱的英明神武，千秋万代一统天下的爹爹，您就饶了儿子这一回吧。儿子真的知道错了。其实您的小儿子15年来一直都十分乖巧懂事，每天沐浴在您英明之正的光辉下。儿子真的是半点都不敢懈怠啊，一直都乖乖听话。儿子每天都给母后请安，尊敬兄长，爱护姐妹。就连御花园的蚂蚁我都舍不得踩死一只，生怕伤了性命。连千里池的鱼儿，儿子都每天亲自去喂。儿子心里装的全是父皇和大卫啊！爹，您看儿子有多乖巧啊！呵呵，朕怎么生了这么个没皮没脸的玩意儿？哈哈哈哈！不过这一声爹听着倒比冷冰冰的父皇顺耳多了。爹呀，儿子真的是乖巧懂事啊，您可不能冤枉我。演够了吗？演够了就给朕把嘴闭上，站好！父皇，您请讲，儿臣洗耳恭听。魏玉，你在大殿上说，只要给你个窑，不仅能造出玻璃，还能造出钢铁。何为钢铁？与军中铁器有何区别？父皇，大卫现在的铁含碳太高太脆，要把生铁加热至融化，直接灌入熟铁，这叫灌钢法。这是现在大卫的刀又重又钝，这是我炼制的刀，锋利无比，而且按照我的方法炼制，不但修铁如泥，而且不易生锈。我们要利用碳的还原能力，搅拌出真正的神兵。这种法子炼出来的刀能劈山，能开海。这削铁如泥的刀，我大卫将士若人手一把，北湖铁骑不过是土鸡瓦狗、人肉豆腐罢了。停！这些风言风语，朕听不懂。朕只问你，你是如何知晓这些的？也是从你那个平板里学来的。既然瞒不住，儿臣就摊牌了。儿臣其实是生而知之。儿臣常在梦中见到一个叫大夏的盛世，在那里，儿臣所说的炼钢术也只是冰山一角，那儿还有很多大卫未曾见过的东西。儿臣在梦里学了许多，只要大卫强大，儿臣也能继续当个安稳咸鱼。老九，既然你见过那样的盛世，你可愿做皇帝，亲手在大卫造出一个大夏来？我操，老头这是要坑死我！当皇帝，每天天不亮起床批奏折，还要防着被投毒。后宫那帮女人天天争宠，老婆多了腰还疼。这种狗都不做的苦差事，谁爱干谁干，滚啊！等一下，老头好像有读心术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死定了！我怎么能忘了还有这一茬？狗都不做。滚！一个没出息的东西，给朕滚出去！救命！老头真的破防了，读心术太流氓了，我不就心里说了句实话吗？一夜没睡，满脑子都是老头那张狰狞的脸，我这紫微星怕是要变成扫帚星了。九殿下安，陛下吩咐让奴才带您去一趟工部，随奴才走吧。工部，父皇他老人家气消了。
陛下今早醒来，神清气爽。陛下说了，既然您觉得当皇帝是苦差事，那这造玻璃、炼钢铁的重任，您肯定当仁不让，非你莫属了。请九皇子随我来吧。懂了，老头这是公报私仇，把我当牛使呢。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。行，我干，谁怕谁呀？干就干呗。造孽呀！真是天大的造孽！老头心眼比绣花针还小，不就是前几天在心里偷偷骂他是老狗吗？至于这么斤斤计较，大清早的就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掏出来干活吗？我的被窝还在屋里替我哭泣呢。九殿下，这位是工部主事刘春刘大人，接下来的事您吩咐他办便是。下官刘春参见九殿下。传闻九殿下平日里闲散度日，资质平庸，可看着忧心忡忡的样子，绝非传言那般简单，定是在筹谋什么动摇国本的大计划。这份沉稳与远见，真是深不可测，是我之前小觑了殿下。刘主事，本殿问你，这窑厂里如今有多少技艺娴熟、能烧琉璃的老师傅？回殿下，大约8人，皆是做了半辈子的老匠人了，只剩下手艺，不提也罢。8人，确实太少了。刘大人，本殿下这儿有一份改良后的玻璃秘法，比古法更为精妙。本殿下自小受父皇悉心教导，学了几分技艺傍身，但本殿下绝非敝帚自珍之人，有好东西自然要拿出来共享。我魏玉身为大魏皇子，受万民供奉，识百姓之路，既有所学，当回馈百姓，为天下苍生谋福祉。若能以此玻璃秘法，让天下百姓都用上这通透坚固的玻璃，让他们的房屋能挡风寒，亮堂起来，免受冻累之苦，那才是我大魏之福，也是父皇的心愿。殿下如此仁爱，心怀天下，下官实在是惭愧，请殿下放心，下官定当肝脑涂地，竭尽全力办好此事，定要助殿下成就此等福泽万民、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。不是吧？我就随口问个人数，这怎么就哭上了？还要肝脑涂地，至于吗？难道我这隐藏的王霸之气真的侧漏了？这感染力也太强了点吧，有点顶不住啊！又是哪个小贵人来折腾咱们了？要是给个神物收不出来，怕是连这月几百个铜板都要扣光了。诸位师傅，都请静一静，此乃玻璃神术，比古法琉璃更为精妙，火候掌控、烧制时长的详细批注也都写得明明白白。本殿下知道你们在怕什么，但父皇已有圣谕，此物关乎大魏国威，成功之后人人有赏，绝无惩罚。谁若能率先造出第一个合格的玻璃成品，本殿下赏他白银1000两，再赏上等绢帛5匹、精米30，足够一家老小衣食无忧半年。不仅是领头烧制的师傅，哪怕是帮忙搬砖、拉风箱、准备原料的杂役，只要尽心尽力出了力，无论最终是否成功，通通有赏，绝不亏待任何人。自古以来，就不要对饿肚子的人空谈道德，他们连生存都难，何谈道义？不要对家徒四壁的人说贫贱不能移，谈理想，那是耍流氓。你得先让人吃饱穿暖，他们才有力气跟你干大事。只要这钱给的够重，这笔画的够圆够香，嘿嘿，哪怕是让他们去摘月亮，这帮为了生计奔波的师傅也能想尽办法给我整来一个。至于这赏钱嘛，老头子既然这么想要国威，要面子，总不能让我这穷的叮当响的皇子自掏腰包吧？嘿嘿，这笔账自然要算在父皇头上。哟，这不是大哥吗？这么晚了还在这儿，您这是在替父皇站岗放哨呢，还是在这儿吹风消食啊？老九，你这一身尘土仆仆、灰头土脸的，是去了什么地方？父皇交给你什么秘密差事了？为何一大早就出宫，直到现在才回来，还弄得这般狼狈？好浓的炭火气，还有一丝奇怪的味道，这味道与军械库的铁腥味、火药味极为相似。父皇向来对军械之事极为重视，难道是在城外私设了秘密军械库，还交给了老九看管？否则何必让他这个废材避开所有人，单独行动？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嘿嘿，大哥别提了，父皇派我去城外看窑厂呢，让我烧制琉璃。父皇说最近宫里缺些新鲜玩意儿，
想弄点好看的琉璃来装点宫殿，就让我去盯着点儿。你也知道，窑厂里到处都是烟灰炭火，一不小心就弄得灰头土脸的，让大哥见笑了。大哥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就先进去复命了。父皇还等着我的消息呢。哎呦，我的九殿下，您可算回来了！陛下都问了3回了。快，工部裴大人也在里头等着呢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等等，李公公，陛下没叫我一起进去吗？大殿下，陛下说天色已晚，今日国事繁忙，请您先回吧，明日再来。完了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！大哥的小本本上肯定又给我记了一记绝杀。老头这读心术没把我害死，他这明目张胆的偏爱，迟早要把我推向风口浪尖，快把我送走了！收，把心思收住，坚决不能让老头偷听到我心里的小九九。呵，这小子跨进门起就跟死了一样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魏玉，来，跟裴尚书说说，你那无色琉璃弄得怎么样了？儿臣参见父皇，儿臣幸不辱命，官窑那边已安排妥当。裴爱卿任工部尚书15载，向来关心军中武器。小九啊，朕知道你天资聪颖，朕不懂的事儿就你来说吧。天资聪颖，皇家认证是可以挂牌的，回头弄个牌子挂出来给老八看。裴大人客气了，大人想问什么，玉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殿下，我大魏开国魏太祖以盐起家，那时5色盐金价7034文，魏家便靠着这盐钱为所发育，招兵买马。可如今打造维修磨刀，1年至少耗费13万贯，加上军队1年的口粮和一起1年便是30万贯，200年了，大魏这副家底快穷得差不多了。殿下此前言说，现在的法子名为炒钢法，可解大魏难局。裴大人，炒钢法就像炒菜，由生铁炼制，不断搅拌，但这太慢。我还有一法，名曰灌钢。先把生铁和熟铁按比例配合，加热至生铁融化，直接灌入熟铁中去，熟铁因生铁进入而增碳，所得金刚极韧极利。看吧，果然听不懂的不止朕一个人。裴大人，细枝末节太多，不如我过几日将法子写下来呈给您。多谢殿下，臣定当焚香恭候。知臣不明，此法可是古籍所得？从古书上看来的知识都记在脑子里了。微臣告退。除了去了窑厂，今日回宫前还干了什么？儿臣回城路过正阳街，顺手买了2串糖葫芦。哎，古代糖珍贵，要是能搞出提炼白糖的流水工程，石灰成清，脱色，我翻翻平板里那几步怎么弄？提炼白糖产量能提高，朕的国库要发财了。糟了，老头子这眼神，我刚才是不是又漏了什么要命的想法？李成，传户部尚书齐替手，让他立刻进宫，就是现在。微臣齐替手，参见陛下，拜见九皇子。嚯，瞧瞧这肚子，真圆润啊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工商幸福肥。看来户部的油水是真足，确实圆润，看来是该让老九给户部减减肥了。齐爱卿，朕问你，宜州产甘蔗，亩产几何？几斤甘蔗又能出1斤糖？回陛下，宜州丰年亩产甘蔗3500至4000斤，15斤甘蔗出1斤糖。那
那眉目便是233到267斤。殿下好本事，臣算学不如您。基操勿六。1亩地只有区200斤糖，若是遇上荒年，百姓种甘蔗，岂非要饿死？老九，你刚才说你有法子，别卖关子，讲。父皇，这叫流水作业，关键是石灰法。澄清、蒸发、煮糖，这不叫过滤，那不叫脱色。别管听不听得懂，这每一个步骤流出来的不是糖水，是白花花的银子，大魏国库要爆仓了。过滤？难道九皇子要将我们像杂质一样过滤掉？脱色还要扒了我们的官府，这是最后的通牒。朕的御书房真热闹，左边做发财梦，右边眼朝家喜。不过“过滤”二字用来形容这乌烟瘴气的朝堂，倒也贴切。父皇，不如儿臣回去写下来，这饭点都快过了。写，只要你能做出来，朕允你一个承诺。那我要放半年假。不允！身为皇子，怎能如此背懒？那3个月。不允！1个月。生产队的驴也没这么用的。不成。周扒皮，这就是活磕头的周扒皮。半夜学习叫崔长工干活，只让马儿跑，不让马儿吃草。我的年终奖，这是职场 PUA， 我要去劳动局告你。周扒皮，朕乃天子，他竟敢把朕想成乡野恶霸！3日。多半个时辰都没有！3日就3日，君无戏言，不许改了。万恶的封建社会，我想回家，我想我的5G 网络。3天，还要写方案，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惨。我想，我的西梦思。是啊，魏玉这小子本事不小，有他在，朕觉得大魏的盛世指日可待。路不拾遗，丰衣足食。若朕能亲手开创那样的盛世，也不枉做这一世帝王了。盛世指日可待，陛下这话的意思，难道是想立九皇子为太子？天哪，要变天了！九殿下确实人好，奴婢在宫里常听人说殿下有君子之风呢。啥？君子之风？是啊，给受欺负的小工人撑腰，借钱给家里出事的太监，奴婢亲眼见过好几回呢。竟有此事！这臭小子平日里看着背懒滑头，心底竟如此纯善，看来是朕从前看走眼了。陛下，官窑成了，此乃无色琉璃，九殿下称之为玻璃，通透纯净，甚至比西岐进贡的还要好。甚好甚好啊！九皇子聪慧，朕心甚悦，所有匠人赏100金。退朝，宣九皇子养心殿觐见。玻璃成了，老头叫我来，肯定是为了赏赐。我是要金子呢，还是要假期呢？还是金子吧，假期他肯定不给。儿臣未遇参见父皇。免礼，老九啊，你给朕说说，这玻璃产出来了，后面怎么卖？哈，赏赐呢？合着我是来当免费掌柜的？父皇，卖东西嘛，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？哪怕想卖高价，那也得有人买啊。朕要卖给那些世家，他们富得流油，朕要让他们把吞进去的银子都心甘情愿吐出来。薅世家羊毛，
这活得罪人又累，我可不干。对了，找个背锅的。那得包装成稀世珍宝，卖出天价。父皇，这事儿臣推荐四皇兄。四哥长袖善舞，对钱最敏感。四哥啊，就恨新仇，这回跟世家讨钱的福气，弟弟我必须加倍还给你。接招吧您。儿臣参见父皇，九弟也在啊。老四啊，老九举荐你去卖玻璃赚大钱。卖玻璃，父皇，这可是要以朝廷的名义去做。若是户部的差事，儿臣恐怕……什么朝廷？朕可没叫你用朝廷的名义。方子是你九弟的，正好老九马上要开府了，缺银子，这算是你们兄弟俩的私产。私产，那就是不用入国库，名义上是给老九赚开府银子。我这个当哥哥的帮他操办，从中抽成，这可是暴利啊！原来是为了九弟开府，那是家事，做哥哥的义不容辞。父皇放心，儿臣一定把这玻璃卖出天价，九弟出方子，我也不能占便宜。这样赚了钱，四哥分老九2成，再拿5成上缴国库，孝敬父皇。嘿嘿，去掉7成，我自己还能落3成。这可是独门生意，3成也是天价，这波血赚。唉，老四啊，你有心了，朕心甚慰。只是大魏连年灾荒，国库空虚，百姓苦啊。朕这个皇帝穷啊。真贪了，5成还嫌少，我就知道这老头是一点油水都不给儿子留啊！四哥，自求多福吧。父皇，您刚才还说是为了九弟开府，您这是在割儿臣的肉啊！我的3成。父皇说的对，百姓为重，儿臣愿意再让出一份力，只留2成给王府日常开销。就剩2成了，这下真的只是帮老九打工了。行了，朕也不让你们白忙活。生意场上若有麻烦，可找徽卫使协助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徽卫使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冷冰冰不把人当人看的眼神，爱了爱了！拔刀必见血，这才是大魏男团该有的排面啊！谢父皇，四哥，走，咱们去把世家的底库都转过来。有这群帅哥当保镖，这生意我做定了。于是，为了填补父皇挖下的能吞掉半座京城的国库无底洞，一个由只想躺平混吃等死的咸鱼，满脑子都是金银珠宝的捞钱王子，和大魏特务头子组成的抢钱天团，正式在大魏出道营业了。世人都觉得这透光如镜的玻璃稀罕，卖得贵，全靠物以稀为贵。哼，大错特错！在大魏做生意靠的是重新定义规则。我那四哥天生的奸商，他发明了一套叫顶级配货的玩法，说白了就是捆绑销售的天花板。王大人，您相中这面9天揽月镜了，好说好说，镜子我白送您，可规矩不能破，您得先花5000两白银，把户部仓库里堆了整整10年，都快生蛆长苍蝇的烂绸缎，高高兴兴给请回您附上去。这就叫雅俗共赏，文武双全。当然了，世上从不缺斤斤计较的铁公鸡，跟你哭穷装可怜。这时候就得请出咱们天团的武力担当霍廷玉大人登场。徽卫使不仅知道你昨晚在哪个馆子吃了酱肘子，还摸清了你在城南偷偷养了3房外室，更别提你私藏了多少违禁私盐。你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比刀更锋利的是你的秘密。当然，也有脑袋比花岗岩还甜，不怕秘密曝光。对付这种油盐不进的硬茬，那就只能拿出咱们大魏的传统异能——物理说服。事实证明，没有卖不出去的货，只有不够硬的后台。爹，这下能让我放假了吧？嘘，奴才叩见陛下，九皇子献祥瑞。陛下，您尝尝，九皇子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懂事了，送来这等祥瑞，不像臣妾那个不争气的硕儿，整天就知道死读书。呸！就位于那个贱婢生的懦弱废物，也配跟我的硕儿比？整天搞些奇淫巧技来媚上，看着就让人作呕。等我儿上位，第一个杀了你！蛇蝎美人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心话！骂老九是贱婢生的废物，你骂他就是在骂朕眼瞎，好狠毒的心肠！行了，朕看着你心烦，退下！陛下，臣妾做错什么了？臣妾是……滚！这炼堂方子写得详尽，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老九怎么没亲自送来？回陛下，殿下正在勤勉文书，说要废寝忘食，实在抽不开身。殿下明明瘫在床上啃西瓜、看话本呢，还说只想着写一语。勤勉文书，哼，是勤勉偷懒吧？臭小子，把自己当咸鱼，把朕当周扒皮防着呢。既然他如此勤勉，朕就不扰他了。李成，赏这小太监10两银子，告诉老九注意身体，别累坏了。哎呦，小安子，刚才那一遭，以后这御前也就你能陪咱家说上话了。咱们爷俩投缘，这玉佩你拿着，以后私底下干脆就叫咱家一声干爹，在这宫里干爹罩着你。啊，干爹！我家那个缺心眼的小太监莫名其妙成了御前红人，李大总管认他当了干儿子，于是整个皇宫的风向标都变了。而这一切竟然源于他那一套无懈可击的朋友逻辑。等会儿，小安子，你再给我捋一遍，这帮人给你送钱，既不是求办事，也不是行贿，单纯是因为想跟你交个朋友。对呀，殿下您教过我，朋友之间给点见面礼是正常的。我要是不收，那就是看不起人家，就是不给李公公面子，就是不合群。殿下，我想做一个合群的好太监。太对了，这逻辑闭环简直完美。就这敛财手段，李公公该认你当干爹才对。行，说得好。为了让你更合群，以后咱们宫里的伙食费就全靠你的朋友们了。好嘞，殿下，我想吃红烧肉。软饭真香。丞相，此计甚妙，但需一得力干将前往宜州坐镇。你乃百官之首，依你看，谁去合适？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接，反正我公孙家不接，得找个替死鬼。对，推给御史台。陛下，御史大夫刚正不阿，定能震慑宵小。御史大夫年事已高，朕看这事儿还得自家人才放心。朕打算派二皇子前往宜州，亲自督办。
什么二皇子？那可是我公孙家全族压轴的未来皇帝，宜州若乱，大计全完。陛下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二殿下乃千金之躯，国之储父，岂能轻易涉险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，朕记得贤妃还在朕耳边夸赞，说丞相家的二公子。贤妃你个无知蠢妇罢了！为了大业，只能弃车保帅了。老二啊，爹对不住你，等爹将来助二皇子登上皇位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陛下圣明，犬子愿往。朕就知道，只要拿捏住你的贪念，别说是让你儿子去宜州，就是让你去跳火坑，你也得跳。李成啊，虽然公孙老儿被迫去了，但这只是治标。宜州的甘蔗就那么点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陛下，九皇子求见。老九，他这时候来干什么？又没钱花了。说是肚子饿来蹭饭的。蹭饭，宣，正好看看这小子脑子里那个发光的方块能不能解死去。陛下，祥瑞，此乃祥瑞啊！陈难九殿下的方子，以胶州上等甘蔗为料，不仅耗料较往日减半，更得此色如白雪。这哪里是糖，这简直是碎银子！好一个色如白雪！有了这把沙子，朕就不信治不了宜州那帮奇货可居的老狐狸。李成，宣六部九卿即刻觐见，朕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这笔甜蜜账。新唐方已成，但宜州世家囤积居奇，糖价高涨，众爱卿有何良策？陛下，这有何难？那帮奸商就是欠收拾，给臣3000精兵，臣直接杀去宜州，谁敢抬价，臣就砍了谁的脑袋，抄家充公。正好去送我点宜州女儿红回来，那滋味，嘿嘿嘿，馋死老子了！不可，太尉此举太过粗暴，所谓与民争利，恐激起民变。让杜兴去抄家，老夫的养老钱全完了。二位大人莫急，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广布唐方。什么？将新方印成告示，贴满宜州，人人皆可制糖，世家秘方便成了废纸一张。此乃釜底抽薪。裴之，你这是绝了我们世家的祖坟啊！方子公开了，谁还买我家的糖？精彩，精彩，这比听戏有意思多了。老九啊，这几日朕寝食难安，朕对满桌佳肴毫无举箸之意。一想到宜州的局势，父皇您说，这红烧肉肥而不腻，绝了！真是饿着你了，还是上辈子欠了你的？你是饕餮转世吗？李成那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。哎呀，爹，您就别抽了。公孙丞相不是把儿子都献祭了吗？您这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苍蝇了。李公公愣着干嘛？再来碗米饭，要盖浇汁的，多浇点肉汤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不过爹，咱有一说一，御膳房这猪肉太骚了。这猪肯定是没腌干净就杀了吧，一股子味儿。可惜了这块肉，要是阉割过的猪，那才叫香呢。看来得找机会给御膳房画个解剖图，科普一下敲猪技术了。闭嘴！朕在跟你谈国运，谈宜州，你满脑子都是阉猪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民以食为天嘛，吃不好哪有力气谈国运啊？好，那你现在吃饱了，有力气了，
能不能告诉朕，这糖价到底该怎么破？爹，您别吼嘛，容易积食。这事儿说白了，就是个卖方市场的死局。只要还在这局里玩，您就赢不了。卖方市场，这到底是何意？词条搜索完毕，正在为您朗读百科《如何打破原材料垄断》。各位同学请坐好，为老师开课了。所谓卖方市场，是指由于供给短缺，商品定价权完全由卖方主导。简单来说，东西在市价手里，他们想涨就涨。在这个模型下，作为买方的朝廷毫无议价权，只能被动挨宰。主导毫无议价权，对，朕现在就是被动挨宰，这词儿太精准了。根据经济学原理，打破垄断的第一策略，寻找替代品。百科显示，除了甘蔗，寒带作物甜菜含糖量极高，且耐寒耐旱，完全可以在大魏北方大规模种植。这什么破浏览器？广告真多，关掉，关掉。甜菜耐寒耐旱，北方可种。老九，此乃天书所言，此物何在？格局打开，甜菜只是开胃菜，要想彻底粉碎内卷，必须引入外部增量。在遥远的新大陆有亩产千斤的土豆、玉米，只要开启大航海时代，将全球资源引入大魏，区区一周市价，瞬间就会被这股洪流降维打击成渣。引入外部增量，大航海，降维打击。虽然朕完全听不懂什么叫维度，也不知何为增量，但这词儿听起来怎么就如此高深莫测？跟这几个词比起来，朝堂上那些知乎者也，简直就是土鸡瓦狗。好一个降维打击！老九，虽然朕不知道这打击是个什么招式，但这听着就解气，这才是治世良方，这才是朕要的破局之策啊！科普完毕，说的我都口渴了。理论讲完了，该谈点实际的，来换假期了。爹，醒醒！理论是完美的，但现实是骨感的。咱们现在的船，别说去新大陆，出个江都费劲，贸然前去那就是送死。为了让他死心，也为了我的假期，我从脑内平板里调出了郑和宝船和盖伦船的图纸，从9维12帆到重炮甲板，将这些征服海洋的利器一一复刻。那一刻，老头子眼里的光比这满店的烛火都要亮。我只是给他画了几张图，但他却通过这些线条看到了新的世界。成交，给你3个月，去睡吧。哦耶！得嘞，谢主隆恩，睡觉去了。本以为交了图纸就能躺平，但我忘了，甲方是我爹，永远没那么好说话。一大早就把我拽去给那帮文科生大臣讲理工科。殿下，此乃治理，此乃何意？水密仓若船底通透，岂不沉矣？且这龙骨受力，裴大人，那是浮力原理。算了，您就照着画，别问为什么了。殿下，这窟窿俺知道，这是射箭的还是倒金枝的？看着甚是霸气。老杜，格局小了，这玩意儿想起来是这样的。行了，都退下吧。老九，你留下。爹，你也看见了，咱们缺的不是钱，是脑子。6部的大人只会写八股文，算不准弹道。世家垄断了经史子集，那是他们的解释权，但他们不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咱们另起炉灶，扶持寒门学理科，这墙角不就挖洞了吗？好，另起炉灶，朕给你权，你需要什么样的人，尽管去找。哪怕把京都翻过来，也要给朕找到能算弹道的人。
翻遍京都找人才，老头子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这种数理化的高端人才，难道还能在大街上捡到不成？想不到还真让我捡到了。本来只是路见不平，顺手收拾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贪官，没想到救下来的这个受害人小丫头是个被埋没的人形计算机。稍微一考她，利滚利算得比放贷的还清楚。获得队友刘九渊。没想到买1送1，那个倒台贪官的数字家里倒了，他反而解脱了。这人也是个奇葩，不仅不恨我举报了他爹，还谢谢我让他分了家。这字写的那是相当漂亮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全能语文老师兼公文代写机器啊！获得队友刘怀远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硬件设施。老头子虽然嘴上凶，身体还是很诚实的。100名皇家特工会卫士直接打包送到了我府上。获得队友方生。为了教这2个新员工，我不得不把9年义务教育的数学教材默写下来。勾股定理怎么证来着？我为什么要为难我自己？搞定收工。殿下，此乃至理。这如鬼画符般的符号，甚是怪异啊！殿下，这个符号好方便，比算盘快多了。这道题是等于23，对不对？啊？很好，二丫，以后你就是咱们王府的数学课代表了。刘先生，您负责教他认字，他负责教您算数。在4哥的操办下，我和8哥终于顺利开府，搬进了这大宅子。虽然4哥这人是贪了点，平日里雁过拔毛，但看在我们联手把玻璃强卖给世家大族，狠狠坑了他们一笔的情分下，他这次倒也没亏待我。这贤王府弄得够大够气派，最重要的是太适合养老了，而且我的补习班也很成功。1得1，滴2得2，13得3。只要教会这帮人算数，以后的账目我就能当甩手掌柜，美好的退休生活我来了。恭喜贤王殿下，陛下有旨，封您为宾客给侍中，即刻上任。殿下，您别丧气啊！虽说是7品给侍中，但这可是实权，能监察6部呢。闭嘴！我那是嫌官小吗？我是嫌要上班，朝9晚5啊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我是皇子，我为什么要打工？不行，家里闷得慌，看着这圣旨我就头疼。走，去隔壁8哥家蹭饭，顺便躲躲这晦气的差事。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工作的烦恼就追不上我。那是柳家表弟，说是有点吃病，不爱理人。我问他10句，他都不回1句，整天就盯着草地看。不见了，力气好大，可是不见了。不爱说话，专注力强，对自然现象感兴趣。8哥啊8哥，这哪里是痴呆，这分明是搞科研的好苗子。小孩，你是想知道蚂蚁为什么不见了吗？是因为要下雨了，空气湿度变大，土壤温度变低，蚂蚁感觉到这房子要塌，所以搬家了。这叫生物本能与气象学。你教我，我学。哎，手撒手，虫子浆糊我衣服上了。教你可以，但我不教没礼貌的小孩。咱们立个字据：第一，乖乖回话；第二，以后要帮我做实验，能做到吗？能。搞定，物理课代表入网，只要我脸皮够厚，就没有我拐不来的人才。表哥，我要拜九殿下为师。行，辈分全乱了。九弟，别管袖子了，赶紧跟哥进宫谢恩。蹭车进宫，早去早回。
九弟啊，你去别的地儿玩吧，我要去五哥府上坐坐。这车坐不下你了。坐不下？那么大的马车坐不下2个人？方生，你听听，这是人话吗？殿下，属下觉得八殿下就是单纯不想带你。闭嘴！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走，去郊外庄子吃农家乐疗伤。方生，看见没？这才是生活，没那帮哥哥在耳边阴阳怪气，空气都甜了。等会儿到了庄子上，先整只走地鸡，再弄点新鲜时蔬。殿下，那是您的佃农，不是您的厨子。此情此景，本王必须留下一首传世名篇。谁知盘中餐？那个下一句颗颗皆也不容易。怎么又是这首？我上辈子是只背过这一首诗吗？殿下是粒粒皆辛苦。他为什么在怕我？我是他的老板，不是他的催命鬼。我刚刚在想怎么吃鸡，而他们在想怎么活过今晚。脱衣服，全部给他们裹上。草民何勇恭迎贤王殿下。这就是庄子的管事。佃农衣不蔽体，你却穿金戴银，这一身膘怕是吸了不少血吧？何管事，日子过得挺润啊！啊，托殿下洪福，心宽体胖。心宽？我看你是胆大包天，今晚就看看你的账本有多宽。那胖子屁股底下肯定不干净，把这5年的账给我翻个底朝天。我要他贪污的实锤，竖排无标点，流水账。哦，这是对现代人视网膜的霸凌，这字太辣眼睛了。方生，带着兄弟们上。方生啊，考验你业务能力的时候到了。殿下，属下不识字。放屁！这暗杀名单连骷髅头都画得这么标准，你想偷懒？那是代号贾一写的，现在的方生只是个保安。跟我玩赖，不想算也得算，全员听令，算术副本启动。我让你算这一夜亏空多少？你给我写个杀，你是要杀了这本账吗？殿下，这表格之法甚妙，属下算出来了。这5年账目全是平的，一文没少。啥？平的？这胖子真没贪。好，丁四，你很有天赋，以后你就叫丁发财。丁发财，谢殿下赐名，这名字听着就富贵。光查账不够，我又派出了身法最好的刺客搜山 B 计划抄家点。夜色是刺客的保护色，何胖子肯定把黑心钱藏在山里。只要找到赃款，殿下定会赐我一个比丁发财更响亮的名字。赃款呢？怎么是一群孩子？原来是私藏孤儿，查得不错。尹13身手挺利索。殿下，属下幸不辱命。看你排13，干脆就叫萧13郎，怎么样？够不够浪？呵呵，属下觉得尹13这个代号挺有归属感的，真的不改了。萧13郎，这什么土味名字，还不如丁发财呢。殿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别赶孩子们走啊！尴尬了，账本是平的，搜家也没搜出钱。这就好比我想抓小偷，结果抓到了圣诞老人。既然是个大善人，那你这身膘还有这钱？
回殿下，小人这是易胖体质，喝凉水都长肉。至于钱，家里有良田千亩，当管事纯属爱好。先王殿下，草民有天大的冤屈，求殿下做主。季俊郭修，看来这家是渡不成了。最初只是要钱，后来他说看上了我儿，强抢民男。后面儿媳去讨公道也没回来。3天后，2具尸首被扔在乱葬岗，连个人形都没了。畜生啊！这就是吃人，书上轻飘飘的2个字，现在就跪在我面前流着血，这世道烂透了。既然烂了，那就由我来修。这血书本王收下了，老何站直了。只要本王还活着，这公道一定替你讨回来。就像惊弓之鸟，给口饭吃容易，可心里的伤怎么治？只有读书，知识是这群孩子手里唯一的武器。那块地建学堂，我要让他们读书。殿下，可是这花费……花多少钱都行，账走王府不够，我再去跟父皇要。何安，你来当这个教书先生，别只想着死去的儿子了，看看眼前这些活着的孩子，救他们也是救你自己。草民领命。何管事，这庄子上的佃户日子过得也太苦了些，他们平时交几成租？回殿下都是7成，这是从前恭王殿下定的。京中权贵的庄子也都是这个数。7成，那剩下3成够干什么？一家老小累死累活1年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这还是收租吗？这分明是收命。如果不改这吃人的规矩，建再多学堂也是枉然。这得罪人的事儿我做了。何管事，从今年起，庄子的租金改收5成。5成，殿下，这会把京城的权贵全得罪光的，他们会联名弹劾你的。让他们弹劾去好了，本王正愁没人弹劾呢。降租一来救民，二来激怒权贵，逼父皇把我贬出京城。这就是我的曲线退休计划。不惜自毁前程也要为民请命，殿下您才是大魏的脊梁啊！大写汉字，这谁的主意？回殿下，属下觉得数字不可靠，唯有这繁体大写才行。神仙难改，这叫铁杖。文有丁发财，武有方生，外有何管事，内有何安。我这个草台班子算是齐活了。干得好，以后账房归你。谢殿下。学校建了，雷也埋了，明天就等那帮御史来送退休通知书了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爹啊，几百亩地啊！您忍心看儿子为了大魏的人才培育计划，最后连裤衩都亏没了吗？到时候别人都会说陛下苛待皇子，这多影响您的英明形象啊！撒手，没钱！5000两，少一文，儿子今晚就睡在养心殿门口，可以吗？父皇，给5000两，拿着滚！谢父皇隆恩，父皇大气。你这是什么手势？骂朕！哪能啊，这是夸您6英明神武，非常非常牛。站住！明日早朝，
裴之要提重铸军备，你是兵科给示众，到时候给朕放聪明点儿。凌晨3点，狗都没醒。我恨上班，尤其是这凌晨3点的破班，我只想回家睡大觉。九弟，你说这石头烧久了，火苗为何会变色？好家伙，我这3颗原来是个隐藏的绝命毒师，妥妥的理科人才啊！先标记一下，以后说不定有大用处。我操，连桌子都给我搬来了！老头子真是要把我焊死在这个工位上，让我当一辈子的社畜啊！还要承受这份社死的尴尬，太狠了，简直是往我心上插刀子。既然身体上惩罚不了你，就在精神上折磨你。陛下，新式灌钢法一成，若以此重铸军备，我大魏铁骑必将横扫六合，无人能敌。臣附议，好钢就要造好刀，谁敢反对，就是居安不思危。居安思危，敢问太尉，危在何处？把国库当许愿池吗？ Round 1， 不换装备怎么打仗？你个守财奴，你这是误国！误国！太尉既然这么大方，不如把你家的良田大宅、金银珠宝都卖了充公。羽林军3万，长矛3两，腰刀2两，铠甲5两，马鞍5两，哪一样不需要花钱？光是换装就要74万两，这还不算边军。国库里要是能拿出这笔钱，我齐替手就把户部大门拆了吃下去，敢不敢打赌？醒醒，父皇看你呢！啊，有意见，儿臣有意见。完了，这眼神我要是敢缩回去，今晚就得被挂在午门上风干。哟，贤王殿下醒了，殿下既有意见，那请问这74万两从何而来？难道像杜太尉一样凭嗓门吼出来？齐大人，你这格局小了小了，你只想着怎么从牙缝里省钱，削减开支，委屈自己，为什么没想过怎么赚外面的钱呢？用赚来的钱解决问题，既不委屈百姓，又能充盈国库。开源，殿下是要增加赋税，如今百姓刚得温饱，此乃暴政，臣绝不答应。谁说要加税了？税收乃国本，关乎天下安定，岂能轻动？但除了税，朝廷手里握着的可不只是权，还有势。守着垄断资源，只靠收税，那是捧着金饭碗要饭。朝廷手握独家技术和资源，完全可以开辟新的财源。朝廷专营，利用技术优势和资源垄断，打造特色商品，远销海外，不与民争利，却可赚取万金，充盈国库，再用这笔钱铸造军备，发展民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开源，才是长久之计。尤其是这胶州，以胶州为起点，打造远洋商船队，这通商之力可比收税丰厚100倍。既然老头子逼我，那就去胶州把那里的天翻过来，打造出大魏的海外贸易帝国。儿臣请旨，愿自负胶州，主持海外通商之事，开拓海外市场，打通贸易航线，充盈国库，积累财富，还望父皇成全，给儿臣一个为国效力、证明自己的机会。那个图，那条曲线为何能算出炮弹的落点？告诉我。想知道？拿你的自由来换。我换。你要我教谁？教猪都行。快把书给我。成交，这俩孩子归你了，书归你，概不退货。终于把带娃的给我甩出去了，一身轻。接下来就是天高任鸟飞了。老九，快点！这回咱们兄弟联手，定要让胶州那帮贪官看看咱们的厉害。九殿下，陛下口谕，陛下说了，这是买断费，路上省着点花，别再进宫哭穷了。还有这把剑，陛下让你看着砍，特别是那些不长眼的。臭小子，活着回来！
放心吧，老头，钱我花了，人我也会杀的，谢了。殿下要找算学大家，非张青生莫属。他乃白马书院院长，臣这就修书一封。裴老头，我拿望远镜图纸跟你换人才，你就给我推荐个住在云里的人。这书院建这么高，是为了防我这种学渣吗？最好祈祷这个张青生真的是天才，不然回去我就把工部的大门拆了。先生，这鱼养得真好，看起来真好吃。意有所睹，即是何物？小公子也是个俗人啊。请教算学，你是这么多年第一个出题吧？第一题，赤兔同笼，共100只，320条腿，问赤兔各几？雉40，兔60，太简单，换一个。好，听好了，某郡5所书院，2所私塾，共收生1680人。且假设各书院规模一致，私塾人数为书院30%。问一座书院能收多少人？这脑速也太慢了，我都够刷2个短视频了。960人，正确，13秒。先生，这算力勉强够用吧？不像我，看一眼题目，这答案就自己在脑子里蹦出来了。不可能，不用算就能得出，这是什么法子？为了编这本破书，本王昨晚熬到鸡叫，手都快写断了。你要是不可惜，我就白熬了。这书里有解万物之书的法子，我亲手写的。既然先生不想出山，那这本天书我就带回去了。别压坏了箱子，那可是咱们的命根子。这可是西岐皇室特供无色琉璃。咱们这一路是吃肉还是吃土？全靠忽悠啊，不，全靠卖了它。路过平南郡，我给当地土豪上了一堂生动的奢侈品鉴赏课。为了西岐皇室的尊严，他含泪塞给我1200两。哎，赚钱太容易也是一种烦恼。小子们，向其军进发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。哇哦，经典台词，活的 NPC。你别嬉皮笑脸的，大劫呢，严肃点。行，严肃点，发财放生，别杀光了，留活口。这就是季军的山匪，装备差，体能差，连台词都老套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公子饶命，我们也不想啊，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别哭了，其实咱们是同行。看看我的人，再看看你们，知道差距在哪儿吗？在于管理。这就叫山寨，连个围栏都没有，防御力为0。看看这孩子，瘦得跟猴一样。
做土匪做到这个份上，简直是行业的耻辱。与其在这当不入流的土匪，不如加入我的麾下，我带你们做大做强。听着，从今天起，这里改姓魏，你3当家，八哥2当家，我大当家。那边的茅房拆了，重建在下风口。讲不讲卫生啊？拆！跑起来，没跑完不准吃饭。老九，你这是来剿匪的，还是来当山大王的？我看你比他们还像土匪。八哥，你不懂，这叫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有了人，有了地盘，接下来就是吞并。公子，真没了。照这个吃法，咱们抢来的钱只够撑10天。要不，咱们还是全员喝粥吧？不行，要想马儿跑，就得给吃草喝稀粥，哪有力气干活？老九，你疯够了吗？看看这里，乌烟瘴气，你是皇子，不是丐帮帮主。父皇让你来充盈国库，你却在这养一群饭桶，你对得起这张银票吗？我也心疼啊！八哥，你信不信？如果我们现在亮明身份进城，那位胡县令能把我们供成活祖宗，我们会被香火供着，但全是聋子、瞎子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进城就是死局。想整顿胶州，得掀桌子。只要我成了禁军最大的匪首，官府就失去了爪牙。到时候是圆是扁，还得咱们说了算。至于这群人，杀了是暴政，放了是祸害，养着他们，把他们训成听话的劳力。不管是开荒还是搬砖，那就是源源不断的钱。八哥，父皇要的是国泰民安，把土匪变成良民，把混乱变成秩序，这才是给国库省钱。你这张嘴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行吧，为了国泰民安，这帮野人我忍了。但眼下怎么办？你的良民快把咱们吃垮了。所以啊，我得进城去，不仅要搞钱，还得送份大礼。这狗官太不是东西了，害人不浅。就是。大哥，内部消息，城外的牛头山变天了，是被一位俊朗非凡、文武双全的少年侠士给收服了。那侠士专门替天行道，以后有冤屈，尽管去牛头山。873两，我的血汗钱啊！送到牛头山，保你们平安。牛头山。兄弟，这水要是下了药，我们也得死，不太好吧？放开我！我要毒死你们这群畜生，为我妻儿报仇！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恨的是杀你妻儿的人，不是我这满山想要改邪归正的人。就是他！郭修这个畜生，把百姓逼成了恶鬼。八哥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留在这里的意义。官府不给的公道，我们给。但是八哥，这群人太野了，不懂规矩，不讲卫生，随地大小便，我实在是管不来。什么？随地？成何体统？这帮野人确实太不像话了。行，这烂摊子我管了。
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大魏的规矩。谢谢殿下，我这条命是你的了。妾身乃资阳县令之妻，愿以此信为投名状。有点意思，八哥，咱们在县城里有内应了。这纸是诚心堂纸，常年礼佛却又久病缠身，不对，但这字迹笔锋如刀，墨迹如刃，满是刀光剑影的杀伐之气，绝非潜心礼佛之人能写得出来。丁老板，别擦了，你这帕子都快拧出水了，再擦怕是脸皮都要被磨破喽。嘿嘿，小公子见笑，见笑。这鬼天气实在太热，小的又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一紧张就汗多，让您见笑了。想好了再回答我，别打马虎眼。你们资阳县的这位县令夫人今年到底贵庚？约莫20出头的年纪，是7年前县太爷花了100两黄金从外地取回来的续弦。那胡县令呢？县太爷早就知天命了，这在咱们资阳，老夫少妻能过得这么安稳，那可是人人都羡慕的佳话。佳话？哼，我看是笑话。50岁的油腻老朽强占20岁的才情少女，把人家困在这方寸之地，简直是斯文败类。整整7年，日夜被监视、被束缚，这根本不是夫妻，这是狱卒和任人宰割的死囚。但这封信告诉我，这时被囚禁7年的金丝雀，终于准备越狱反击，要亲手撕碎这牢笼了。八哥，这盟我结定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汉子来报，麒麟都被围了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咱们资阳。夫人，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？夫人，你还有心思看书？快别看了，收拾东西逃吧！逃？啊！不逃，难道等死吗？你是朝廷命官，弃城而逃。你是想被流放3000里，还是想被郭大人砍了脑袋，让你身首异处，遗臭万年？我这也是没办法啊。夫人，你要做什么？夫君，你糊涂了。有时候危机也是个转机，富贵险中求。郭大人现在最缺什么？缺一个能临危受命、安抚山匪、稳住资阳局面的能臣。能臣？我吗？以官府名义送粮假意招安，只要稳住那群山匪，郭大人定会高看你一眼，到时候升官发财、平步青云，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？这岂不比逃命强？升官，郭大人的赏识，平步青云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茬？实在是太妙了！夫人，您真是我的女诸葛，活神仙！这招缓兵之计用的绝妙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！来人，备车去粮店找丁掌柜，我要去招安。去吧，带着你的贪婪去送死吧。妾身乃资阳县令之妻。既然大礼送到了，咱们也该进城去收这份投名状了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他们根本没招安，他们进城了。
我的功劳全完了。骗子！既然你都要死了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放肆！金公子，动手！你们是谁？放开本官！这么吵，这县令当的一点体面都没有。这就是那个把我当冤大头的县令，一身肥膘，看着就腻。精彩！这场大义灭亲的戏，比那1200两的玻璃还值。民女郭雅君拜见殿下。有点意思，不把自己当女人看，那就把你当谋士用。郭姑娘有大才，从今天起，这资阳县你说了算。就这。殿下，胡勇把钱都贪光送礼了，库里别说银子，连耗子都快饿死了。几千个兄弟，明天就要喝西北风了。我的钱，我刚抢来的地盘，难道因为没饭吃散伙？这绝对不行！殿下，要不咱们把县衙大门上的铜钉拆了卖吧，能换几个馒头。卖门格局小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平南郡邓家那可是个流油的大户啊。笔墨伺候，我要写信。邓兄啊，虽然咱们只有一面之缘，但为了大魏的 GDP， 只能委屈你做个天使投资人了。这饼我一定给你画圆了。乙13 800里加急，把这封信送去平南，告诉邓家，想要以后在蓟郡发财，这就是门票。是。只要粮到了，这蓟郡的天就该变了。到了，这就是传说中被围了3个月的麒麟。好饿！乙13去平南借粮，一来一回得好几天。咱们不在资阳躺平，跑到这鸟不拉屎的麒麟来干嘛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郭姑娘情报说麒麟有大户。你说反正资阳没吃的，不如来这就地取材，顺便看看是哪个同行在抢地盘。对哦，我是来黑吃黑的，希望能碰上个富得流油的土匪头子。这就是麒麟，怎么看着像赶集？排好队，排好队，进城交税，童叟无欺。这年头，土匪都开始考公了。护心矛、杀猪刀、破草鞋，拜托，这 cosplay 也太不走心了吧？剧组经费这么缺吗？喂，那边呢？进城交钱，一人50文，马车加收100文。这位官爷，我看这城门口也没挂官府的旗啊，这税是交给谁的？如今这麒麟县归咱们牛家军管，咱们大当家说了。要把麒麟治理成，那个词咋说来着？大哥，军师说了，咱们这叫以德服人。以德服人，就你们？不对劲，一群只会喊打喊杀的山匪，嘴里能蹦出以德服人？这背后绝对有个搞传销的高人。去查查哪个同行在抢我生意。放手松懈，看来所谓的高人也不过如此。好坏，这是练家子。穷寇莫追，军师说了，放长线钓大鱼。哟，这脸怎么肿了？不是去探营吗？改整容了？殿下有些棘手，那营里的护卫用的不是江湖路数，那是什么路数？大内侍卫的分筋错骨手，只有功力的人才会。大内侍卫，天哪！
难道老头子微服私访了？这要是被他抓到我在外面鬼混，无命休矣。父皇来了，怕什么？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走，明天备上厚礼，去拜见这位高人。如果是老头子，我就华贵；如果不是，呵呵。牛头山大当家魏玉特来拜会贵寨军师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既然是同行，进来吧。这背影怎么有点眼熟？而且这庄庄的气质，不知这位大当家？二哥，你是土匪军师？老九、老八，你们是牛头山土匪？我就知道，咱们魏家的人没一个正经的。哈哈哈哈！二哥，你也落草为寇了，缘分啊，二哥。滚！本王是卧底，是忍辱负重。我本想以此计兵不血刃拿下麒麟，没想到遇到了你们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别分两家话了。我有粮，你有兵，咱们合伙吧。合伙甚好。牛三兄弟，对不起了，皇室团建，闲人退散。军师，听说有人闯营，俺倒要看看是谁。哎呦！大当家，这位是牛头山的魏当家，他可是带着万贯家财和无数粮草来投奔咱们的。久仰牛大当家威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英雄盖世。小弟特来入伙，只求大当家赏口饭吃。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好说好说。既然是军师的朋友，那就是俺兄弟，以后跟着俺吃香喝辣。哈哈哈。只是如今两军合并，人数众多，魏当家带了这么多人，若是还要操心琐事，恐伤了和气。不如大当家升任太上大当家，专管享福。至于练兵打仗这种苦活累活，就全交给魏当家去干。啥事不干还能当老大，还有这好事。军师说的对，俺最烦管那些破事了。老弟，以后这几千号人你替俺管着，俺去喝酒了。二哥，你这招明升暗降玩得溜啊，心真黑。彼此，你演的也不赖。行了，全也夺了。二哥，见面分一半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借我5000担粮，我那2000兄弟快饿疯了。粮我没有。没粮？那你刚才忽悠牛三那一套？粮我确实没有，但他有。你以为我这3个月以德服人是在过家家？那是为了麻痹郭修，顺便把他的老底摸得一清二楚。郭修贪了整整10年，他的粮仓、银库位置我都知道。我本打算过几天，等他最松懈的时候，来个瓮中捉鳖。这就是读书人嘛，心真脏啊！不过我喜欢。够，实在是够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给你当先锋。报！丁发财，你怎么来了？主子，计划有变，田虎急报，郭修不知从哪听到风声，正在连夜转移家产，10几车的金银和存粮，今晚子时就要从北门弃城逃跑。今晚，这老狐狸嗅觉倒是灵敏。还等什么几天后啊？再等肉都飞了。既然他急着投胎，那咱们就送佛送到西。丁发财，你骑快马先回去，告诉天虎，今夜子时南门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。全军听令，目标元阳城，抢钱、抢粮、抢郭修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国兄，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怎么还没动静？不会出岔子了吧？沉住气，让剑再飞一会儿。是田虎动手了。水水，全军听令，准备冲锋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这么多人？杀！反贼！全是反贼！给我杀！都给我上！你们这群泥腿子！开门迎义军！1、2，推呀！开了！冲进去，降者不杀！这就叫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主子，南门已破，国修正在往北门逃。追，别让他跑了！没事的，只要到了北门，只要出了城。老爷，咱们不带护卫真的行吗？带护卫目标太大，你想死吗？嘘，闭嘴！怎么了？国修，还我儿命来！狗官，滚下来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我是巨手，你们敢动我？反了，反了！打死他！畜生！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救我！死了，这就是名分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国兄，你死得不远。爹，娘，孩儿，给你们报仇了。
天亮了。谢二殿下活命之恩，二殿下千岁。这种能载入史书的高光时刻，老九那个爱出风头的居然不在。诸位请起，诛杀贪官非本王一人之功。听听上面的动静多吵人，还是这声音好听啊！殿下，您真不去，头功可是被二殿下领完了，到时候史书上可没您的名字。虚名是给皇家看的，是要挨骂的，咱们只负责落袋为安。快封箱，别让二哥发现了。此战守义者田虎勇冠三军，上前听风。草民在。田壮士，本王欲保举你入京，任禁军校尉，掌500旌旗，你可愿意？一步登天啊！这是祖坟冒青烟了。谢二殿下，但俺不能去。哦，为何？可是嫌官小。俺答应过九公子，这仗打完了，俺给他看家护院。俺娘说了，做人不能言而无信。禁军校尉都不当，宁愿去给他当看家护院。哎呦，小安子，你推我干嘛？慢点，别磕坏了这土特产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继续封，我就路过，当我不存在。主子，这包重，俺来背，俺有劲儿。名声他给了我，官位他也不在乎，原来他拿走的是最死心塌地的人心。二哥，快下来，库房里还有好几箱名家字画，我不懂那个，都给你留着呢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字画若是少了一幅，唯你是问。金子归我，面子归你，成交。真是俗，成交。对了，二哥，这几千张嘴你打算咋办？养得起吗？正发愁呢，既往不咎容易，但国库没钱养闲人，放回去怕又是祸害。愁啥？给我啊！我这刚弄了笔启动资金，正缺人干苦力呢。我要建厂，我要招工。看好了，这叫点泥成银。变了，真的变白了。这一瓶卖300文，都算是做慈善。殿下，第一批3000瓶已经被几个大商贾预订光了。这才哪到哪，玻璃和糖只是起步。现在最缺的是能看懂这张纸的人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厉鬼显形。神仙，活神仙啊！姜黄水遇碱变红，这初中化学反应你们也就能骗骗古人。这就是草木灰水吧？
来，给我尝一口。大胆，凡夫俗子，竟敢亵渎神水！硫磺、硝石还有铅汞。老头，你这炼的不是长生药，是重金属结石套餐啊！你自己敢吃吗？是不是经常觉得牙齿松动、腹痛难忍？那是中毒了，懂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懂仙术？什么仙术？这叫科学。想学真正的点石成金吗？想知道怎么让炉子炸开城门吗？包吃包住，有专属实验室，还有五险一金，来不来？记住了，进了我的门以后别拜太上老君了，改拜门捷列夫。殿下起风了，咱们回府吧。是啊，起风了，收拾东西，该回京了。